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我是查理博士，坐标加州硅谷。如果你最近追了英特尔的右侧，结果被单日暴跌17%直接套住；如果你看着博通从高点回撤23%，开始怀疑是不是买早；如果你发现连苹果都已经连续8周下跌，那么今天这期节目你一定要看完。表面上他们的下跌是科技股的集体暴雷，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是下行周期开启，还是长期的买点？今天查理为大家系统的分析一下英特尔、博通、苹果，再加上一只被市场经常忽略的芯片黑马 MRVO，看看谁是均值回归，谁的基本面在恶化，谁才适合现在抄底，拿上个2、3年。今天查理会给朋友们一个清晰的解答。好，我们先来看看英特尔。在财报爆雷之前，INTC 股价从12月底的36美元被炒到了1月21日的54美元，3周大涨50%。当时炒的是一个转型的叙事，大家认为英特尔在 AI 芯片、数据中心领域能够效仿英伟达、AMD，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在年初的 CES 展会上，英特尔还展示了基于18A 制成的 Core Ultra 第3代处理器。主打一个个人电脑的 AI 化，很有想象的空间。当然，最重要的是，川普政府和软银对英特尔本土化芯片制造的政策以及资金支持，让大家以为 INTC 即将突破70美元的前高。然而，在连续大涨之后，英特尔的25年 Q4财报却爆雷了。在电话会议上，CEO 陈立武表示，虽然前景很光明，但现实的产能瓶颈，特别是良品率过低的问题，暂时还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在这里，我们简单过一下英特尔的财报啊，总营收137亿美元，比去年下降4%，但略高于市场预期的134到136亿美元的范围，净亏损6亿美元。经过调整后的 Non-GAAP 每股收益 EPS 达到0.15美元，好于预期的0.08美元，但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依然偏弱。其中，英特尔传统的个人电脑 PC 端业务营收82亿，同比下滑7%，说明普通消费者买电脑的需求在降低。受益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浪潮，英特尔的 AI 数据中心营收49亿美元，增长了9%，算是财报中为数不多的亮点。英特尔的代工业务营收为45亿美元，同比增长4%，但是仍然处于高投入、低利润的状态。当然，导致 INTC 股票闪崩的直接原因是公司给出的2026年第一季度的业绩指引爆雷。公司预计26年 Q1 的 EPS 为0，刚好收支平衡，但华尔街此前的预期是小赚0.08美元每股。指引营收的中值只有122亿美元，也不及分析师的126亿美元预测值。严重的供应链限制以及良品率过低的问题，大大的影响了英特尔 Q1 的芯片产量，而高额的成本支出、关税问题也在持续压低 INTC 的毛利率。好，聊完了英特尔的基本面，我们来看看 INTC 股票的走势。可以看到，市场预计26年、27年，英特尔的 EPS 增速非常的高，分别达到23%和88%的高增长。基于这个范围，CI 系统以30到40倍的高倍估值来给英特尔的股票交易范围做了测算。在2026年，根据企业的盈利情况，INTC 目标价格区间出现在15.6到20.8美元。到了明年，目标价范围上涨到29.3到39.1美元。而就算经过了18%的暴跌，英特尔的市价已然高达45美元，而且大幅跑赢了基本面的发展。接下来，查理还会给大家看看，机构上周已经开始套现跑路了。那结合基本面和技术面的分析，我们完全不需要现在就着急抄底买入 INTC 的股票，因为很可能直接抄底在半山腰，买了就被套。可以看到，英特尔在33到36美元有一个中等支撑，然后是在28到30美元有一个较弱的支撑，它的强支撑出现在25美元以下，距离当前市价还有高达40%的下跌空间。如果我们看 INTC 股票的月线图，会发现，在财报公布后的1月23日，有大量资金出逃，或者你也可以认为是机构吃饱了，正在高位套现，让散户接盘在半山腰。
而在这之前，很明显，机构在1月7日、13日以及21日都有大量的买盘进场，买入价格在40到48美元之间，想做一个右侧追高的行情。而现在，英特尔财报已经爆雷，加上 INTC 本身的基本面还是偏弱，接下来我们很可能看到 INTC 股价阴跌不止的行情，朋友们千万要小心。如果查理要做英特尔的股票，首先我会把资金控制在总仓位的3%以下，而且如果一旦被套牢，绝对不加仓。其次，查理会等英特尔的股价在月线级别出现止跌形态之后，再考虑抄底买入。目前 CI 系统给出的买点在33.6美元，距离市价还有高达25%的差距，我们仍需耐心等待。朋友们，千万别现在冲动杀进去，接这个飞刀哦。聊完了国之重器，我们来看看定制芯片的老大科技巨头博通 AVGO 在12月初股价达到410美元的高点之后，也是在12月中旬财报单日暴跌10%，然后就是继续下跌了一个多月，到现在 AVGO 股价回到了320美元以下，市值足足蒸发了23%。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考虑逢低建仓 AVGO 的股票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必须理解为何博通的股价近期跌得那么重。总结起来有下面几个原因：第一，公司在12月的财报会上明确指出，尽管它的定制化芯片 XPU 销量创纪录，但毛利率面临承压。CFO Kristen Spears 预计26年第一季度的毛利率将下降100个基点。这个现象其实有一个学名叫 mix shift，业务组合转变。博通的 AI 芯片业务正在从单一的芯片销售转向系统销售，包括了卖机架、内存、光学元件等等，和英伟达的策略非常像。好处当然是卖整个系统比卖单一芯片的售价要高得多，能赚更多的钱。坏处则是由于产品里包含大量高成本的第三方组件，它的毛利率要远低于传统的半导体产品。第二，博通的 VMware 软件业务的毛利率高达90%以上，在全面转向订阅制之后，基础设施软件业务已经成为极其稳定的现金奶油，为博通赚了很多钱。而它的定制化芯片业务虽然营收增长很快，而且有高达730亿美元的订单积压，但毛利率只有65%，还是远不如软件来钱快。那么，随着 AI 硬件在 AVGO 总营收的占比迅速提升，博通的整体毛利率不可避免的被拉低。而在这之前呢，投资者有点习惯了博通作为高利润软件公司的逻辑，面对这种结构性的利润率下滑，它的股价自然会均值回归。此外，还有一个不算特别好的消息，那就是博通的 CEO 陈福阳在过去几周持续卖出了价值1亿美元的 AVGO 股票，卖出的平均价在338.6美元。当然，管理层的薪酬结构有80%以上是以公司股票的形式来发放。陈福阳卖自家股票很可能是早就计划好的，用来正常生活，并不是看衰博通的发展。而在减持之后，陈福阳的信托基金依然持有90万股的 AVGO，市值高达2.91亿美元。这意味着他与博通的利益依然高度捆绑。从交易的角度来看，他在340到350美元附近抛售了大量的股票，而目前的股价已经明显低于他的卖出价，说明他这波减持在时间点上确实也避开了一部分近期的回调。按咱们股民朋友的话来说，就是锁定了超额收益，是不是？查理认为，从长线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博通具备很强的吸引力。当前跌破320美元的回调，反而是给我们散户分批入场建仓抄底的好机会。因为博通在 ASIC 定制芯片领域独步武林，比第二名 Marvell 强了不止一截。他和谷歌合作设计了 TPU，和 Meta 合作开发定制芯片 Meteor，还有 OpenAI 也正和博通进行深入的交流。在巨头们纷纷舍弃英伟达、AMD 的昂贵通用芯片的今天，自研芯片的市场潜力还是相当惊人的。截止到2026年1月25日，博通手上总积压的订单价值已经突破1620亿美元，其中 AI 人工智能相关的合同高达730亿，而且需要在接下来1年半之内交付。这种营收的可见性在半导体行业极其的罕见。
尽管硬件的增长稀释了账面的毛利率，但 VMware 高达90%的高利润，提供了极强的抗风险能力。这个现金流业务现在正在进入收获的季节，能够持续支持博通的高额研发投入，并且带来稳定的股息增长。更重要的是，摩根大通、Wells Fargo 都将 AVGO 列为2026年 AI 首选股。他们认为，博通今年的 AI 收入将突破500亿美元，比2025年实现翻倍。目前，华尔街机构的分析师对于 AVGO 给出了455的平均目标价，这就意味着当前320美元的市场价还有高达42%的惊人获利空间。这张图显示了查理的 C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对博通的股票分析。可以看到，AVGO 的 EPS 在今年有高达50%的惊人增长，到了明年，它的 EPS 也能够保持接近40%的高速增长，是标普百平均增速的3到4倍。我们以30到40倍高 PE 估值给博通的股价做了测算，它在2026年的交易范围出现在307到409美元，中位358。现在价格刚刚跌破320美元，处在目标价区间偏低的范围。AVGO 在314到326美元有一个中等支撑区域，我们刚好就处在这个范围之内。如果跌破314，它的下一个支撑在289到300美元附近，更是可以长线投资的好买点。当然，因为 AVGO 去年一路飙涨，几乎没咋回调，导致它的较强支撑出现在250美元以下。查理认为，除非发生美股大盘崩了，不然我们目前很难看到 AVGO 股价跌到230到250美元的较强支撑。CI 系统建议可以考虑在市价或者等直接形态出现之后建仓买入博通的股票，做长线投资的准备。给出的买点在315美元，比当前320美元的价格只低了1.5%，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个人还是非常看好博通长期表现的。在芯片领域，它和英伟达、台积电同为最顶级的投资标的，甚至比 AMD、美光更值得长期拥有。好，聊完了定制芯片领域的 Number One，我们来看看这个板块的 Number Two，迈威尔科技，也叫美满科技，股票代码为 MRVO。可以看到，Marvell 股票从12月初到现在，也经历了高达20%的回调。直接原因是 Benchmark 等机构报道，亚马逊决定不再使用 Marvell 的定制芯片服务来制造 Amazon 的下一代 AI 芯片。由于亚马逊一直是 Marvell 的第一大客户，这则消息的爆出，短期之内对 MRVL 的股价造成了巨大的抛压。尽管丢单传闻让公司股价承压，但是查理认为 Marvell 的基本面依然有它独特的韧性。根据公司12月发布的财报，它的数据中心营收增长37%，且管理层预计2026年还将保持25%以上的高增长。此外，Marvell 还拿下了谷歌的定制 ARM 架构 CPU 订单，包括 Axion 处理器。谷歌在数据中心的大量光学互联芯片、存储控制器等方面也高度依赖 Marvell 的产品。管理层在今年年初和投资者的交流会中还透露，除了亚马逊和谷歌，他们与微软的合作项目预计在2026财年的下半年开始贡献显著的收入。更为重要的是，Marvell 对 Celestial AI 公司高达32.5亿美元的收购，日前正式获得美国联邦交易委员会的许可。这家 AI 公司的核心技术是光子架构，能够让 AI 芯片通过光而不是电进行数据交换。它能让处理器直接访问云端内存，带宽提升25倍的同时，把延迟降低10倍。它的耗电量却只有传统技术的1/几，相当的夸张。随着 AI 模型的大幅提升，铜线传输已达物理极限。Marvell 通过这次收购，把产品线从现有的光模块扩展到了芯片级的光互联，这让 Marvell 能提供从机架到芯片内部的全套光连接方案，巩固其作为 AI 管道工的统治地位。当然，从短期来看，Marvell 为了收购 Celestial AI 花了10亿美元现金，以及增发了约2720万的新股，直接稀释了现有的股东 EPS，这也是 MRVL 股价近期波动的诱因之一。这是 CII 投资系统对于 MRVL 股票的分析。可以看到，目前它的市场价格在80美元，处于2026年交易区间的中间偏下的位置。
而它的下方就是76到79美元的中等支撑区域。查理认为，有兴趣的投资者可以考虑在78美元以下做小仓位的短线套利交易。这是因为 MRVO 的 EPS 增速在今年高达26%，到明年更是可能突破30%。而当前它的 PE 本益比只有28，比博通、AMD 动辄60、100的高倍 PE 要便宜不少。当然，如果是查理，我会严格控制 Marvel 的仓位在5%以下。这是因为公司在3月4日将有2026年的新财报，届时管理层可能给出全年的营收指引。一旦因为指引不够强，或者收购 Celestial 导致自由现金流降低，MRVO 股价再度跌破70美元也不是不可能的。那相比于博通这个真巨头，迈瑞尔体量还是太小，不到 AVGO 的1/20，这就意味着投资 MRVO 的风险性比持有博通的股票要高太多。投资朋友这里要千万注意哦。最后，我们讲一讲科技龙头苹果公司。和博通 MRVO 很像，AAPO 股价连跌了8周，过去1.5个月，苹果的市值已经蒸发14%。各位，关键的是，它的跌势仍然未见停止。那么，苹果到底怎么了？首先，在推出了 iPhone 17新手机之后，市场对于苹果在 AI 人工智能方面的进展感到有点失望哦。它的核心功能 Siri 的重大 AI 升级被一度推迟到2026年的下半年，甚至2027年，这让消费者失去了换机型的动力。此外，全球消费疲软导致市场预计苹果的 iPhone 17在2026年有点卖不动了，它的手机销量不容乐观。当然，有关 CEO 库克可能在27年底退休的传闻近日有所升温。作为乔布斯钦点的接班人，库克在执掌苹果的14年间，把公司打造成了市值突破4万亿美元的科技龙头，功不可没。他的潜在离开，让市场对于苹果在后库克时代的供应链管理、AI 战略转型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疑虑。然而，高盛分析师 Michael Angie 在最近的报告中却给出了一剂强心针。他直言，财报公布之前，苹果的这种疲软正是买入的良机。高盛预计1月29日才公布的财报之中，iPhone 营收将同比增长13%，其中中国市场的出货量增幅可能高达26%，显示出苹果在核心市场的统治力依然稳固。报告指出，未来2年 iPhone 将迎来真正的爆发。除了预计在2026年秋季亮相的折叠屏 iPhone，苹果还将发布频率调整为1年2次，这能显著抹平收入的波动性。尽管市场觉得 Siri 升级很慢，但是高盛认为，苹果与谷歌 Gemini 的深度合作将确立 iPhone 作为 AI 首选终端的地位。这种借力打力的政策能让苹果在 AI 竞赛中后来居上。查理认为，虽然1月底的财报之后，AAPO 股票确实可能迎来一波不错的反弹行情，毕竟它已经超卖了好几周嘛。但是从过去5年的走势来看，苹果的股价呈现出高度的季节性，它的下跌周期会持续长达6到9个月的时间。此前分别出现在2022年1月到2023年1月、2023年7月到2024年4月，以及2024年12月到2025年6月。我们有机会看到 AAPO 在下跌到230到240美元的区间之后，就开始低位横盘整理好几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没有啥新的行情可做。直到下半年的7、8月份，随着新一代苹果手机的推出，我们又能在 AAPO 大涨之前提前布局，然后持有它的股票3到4个月的时间，吃这个上涨的波段。其实啊，查理在去年8月18日的节目中就有详细介绍，个人如何是在 iPhone 17推出之前，在210美元以下建仓 AAPO，以及在650美元抄底李来的股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翻看查理斯姆频道节目的列表，查看更详细的内容。而到了今年的秋天，查理也一定会为大家带来苹果新一季的周期性投资指南，请大家保持关注。那现在才是1月份，查理不会在250美元的价格建仓买苹果的股票，当然它的下跌空间也不大。但是我主要担心的是 AAPO 可能在底部横盘震荡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这样会让 CLI 投资组合的资金利用效率变得很低。本质上看，AAPO 的 EPS 每股收益在今年和明年都只有10%出头的年增速，
略低于标普百指数平均12%的增速，而它在248美元的市场价已经高于2026年合理交易区间的顶部位置，其实算不上便宜。CI 系统预测 AAPO 真正的阶段性底部大概率出现在225美元附近，投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是查理会在苹果跌破220美元之后，再考虑要不要先分批买一点 AAPO，然后等到今年第三季度再逐渐把仓位加上去。好，我们小结一下，截止到1月下旬，CI 系统最推荐入手的股票是博通，可以在320美元以下市价附近分批建仓买入，而且博通的基本面发展很稳定，非常适合长期持有。预计到了明年，AVGO 股价能够重新突破410美元，为咱们散户投资者带来超过25%的高利润。接下来是 MRVO，适合小仓位抄底做波段套利交易，因为 Marvell 比较依赖单一客户，它的抗风险能力要明显弱于博通，并不适合重仓以及长期持有。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公司在3月4日给出的最新财报指引。排在第三位的是苹果，它的下降通道还没有走完，而且可能在低位震荡横盘较长时间，不适合现在抄底买入。投资朋友们需要耐心等到26年的7、8月份，在苹果出折叠屏新款手机之前，再提前布局买入 AAPO 股票，比较有效率一些。最后是英特尔，它的股价已经被炒得脱离了基本面，很容易出现买入即被套的情况。可以看到，CI 系统认为英特尔居然还有高达25%的下跌空间。我们绝对不能因为英特尔已经暴跌了20%，就觉得它很便宜了。实际情况是在暴跌之前，INTC 股票已经脱离实际价值50%以上，那这个左侧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投资朋友需要千万注意哦。那在接下来的财报季，我们重点关注美股七巨头的 Q4财报表现，以及他们对于2026年的营收展望，对 AI 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有什么预测？这也将直接影响美股大盘、标普500、纳斯达克100指数在2026年的全年表现。熟悉查理斯木频道的老观众都知道，CI 投资组合重仓的微软、Meta，还有亚马逊，在接下来几天也将陆续发布他们的财报。届时，查理会为大家带来更详细、更细致的财报解读。那在美股排名前列的巨头之中，最近跌得比较惨的公司包括了礼来、摩根大通以及甲骨文。在这三家大企业当中，我可能会选择考虑 JPM 的股票，因为摩根大通的基本面很稳定，而且 PE 也不到15，属于价格很公道合理的选择。而李来的问题是，虽然它的 EPS 增速很高，但最近几个月已经从630美元涨到了1000美元以上，接下来的上涨动能已经不足。此外，GLP-1 减肥药这个领域也会越来越卷，除了诺和诺德之外，其他的医药巨头包括辉瑞、艾伯维和罗氏也都在挤进去。未来李来能否维持这么高的市场占有率，还有待观察。查理在去年10月份止盈 LLY 股票之后，暂时没有在1000美元以上再入李来的打算，因为这个价位它的投资盈亏比不高。至于甲骨文和 CII 投资系统在1月13日给出的精准预测一样，它的股价确实从203美元2周之内跌到了177美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小仓位做波段、短线套利交易，但是一定得控制仓位在3%以下，因为甲骨文的千亿外债至少需要几年时间来消化，这就意味着它的股价很难有持续向上走高的行情。聊完了今天的主题，我们来看看截止到1月26日，C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的最新仓位配置。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及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目前，CI 投资系统依然把85%的资金放在美股指数和优质个股当中。把剩下15%的资金投资在比特币 ETF、IBIT 和 FBTC 上。当前标普500、纳斯达克100以及科技板块指数都超过了 CI 系统给出的买点，我们不需要着急追高买入。在个股层面，系统推荐了3只可以在市价附近入手的股票，分别是 Pinterest、Morgan Stanley 和我们今天讲的博通，他们的买点也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是 C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
可以看到，在1月下旬涨得最好的股票包括波音、量子计算 ETF QTUM、美图秀秀 Matthew、联合健康 UNH 以及亚马逊。查理已经止盈了大部分波音和 UNH 的股票，在锁定超额收益的同时，将获得的资金用来逢低抄底了微软、英伟达和比特币 ETF IBIT。目前 CI 投资组合的前6大持仓分别是 Meta 占比33%，微软占比23%，比特币 ETF IBIT 占比17%，亚马逊占比8%，标普百动量指数 SPMO 占比7.4%和英伟达占比6.2%。接下来 CI 投资组合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我也会及时更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得到 CI 投资组合的讯息，可以加入查理私募频道会员，您会获得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不用等到下一个节目。此外 ，CI 会员还将收到查理私募每日宏观经济展望以及频道内容独家抢先看的权利。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您对英特尔、博通、Marvell 和苹果的走势有什么看法？他们到买点了吗？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帮忙点赞分享。查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我也会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在市场中成长。祝您投资顺利，生活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